进这里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不会活着出去。真没想到，这丹药的力量还挺强。你现在知道欺负妖的后果了吧？要不是顾及被关着的小妖，早把你的凌霄派给拆了。你现在的修为比白天强出数倍，就算吃了妖元，你的实力也不该如此。恐怕这份力量不完全来自于你本身吧？银丹，丹属先交给你了。好。在那边，妖孽在那边，追，快！唐周，你叛离师门还敢回来？你解了镇妖链，如此只为化去他的妖力。掌门，掌门身上怎会有这么多妖气？他之前一直利用你们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。见阴谋败露之后，他不惜吞下数百妖元，以致妖气纵横。唯有以此链锁住，否则数百里外生灵涂炭。唐周，你为何给我下毒？该抓的人是唐周，他与妖勾结，妄图偷袭我派，被我发现，这才下毒诬陷。他知我平生最恨妖邪，故意用妖毒羞辱于我，何其歹毒啊！昔日你曾教导我们，降妖堂是教化恶妖之所，杀妖治佛理所应当。降妖堂就在那边，你们可以进去看看，看看那些妖力微末的小妖，他们所受之伤，便知道谁在说谎了。不要再妖言惑众！如果我真的杀妖炼丹，那降妖堂里必有痕迹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进去一探便知啊！
红，你以为你把炼丹炉炸了就能毁灭所有的证据吗？就算你机关算尽，但你忘了，你是用火灵炼丹，哪怕只剩一点火星，它也会飘向自己的主人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苍红愧对凌霄派先祖，愧对唐江，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。唐朝，看在这些年我对你的养育之恩，不要杀我！小心！世间幸福毁于一旦，唐昭，我要杀了你！苍红杀妖无数，却死在降妖堂前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掌门死了，镇妖链断了，凌霄派完了。唐昭，唐昭，想进去看他，就去吧。他在伤势未愈的情况下，便与苍红生死一战，凭这些凡人之力，未必能将他救醒。你不是在清点受伤的小妖吗？情况如何了？我已经让丹叔和受伤的小妖们先回山境了。那些没有回来的，也许永远无法随我们回家了。无论怎样，我们也算是替他们报了仇。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有了。现如今人数清点已毕，我们随时可以离开。但是，没有看到唐州安好，你我都没法安心。师兄，师兄，太好了，师兄，你终于醒了。其他人怎么样了？师兄弟们都很好。师兄，你之前说的，尽都是真的。苍红他一直以来都在利用我们所有人。唐师弟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怪了你。如今贼人已除，今后凌霄派就全靠你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苍红之恶，在于一己之私利。全凌霄派因为他做了许多错事。如今，大家应该想一想，今后该如何自处。是，这几日，派中争议很大，大家都不知道
以后是否要继续除妖？就连降妖堂那些小妖们，也是争论了很久之后，才最终决定放他们离开。能放小妖们安然离开，经此一事，可见凌霄派已与从前大不相同。妖妃禁额，苍红定下的那些严酷门规，你们商讨之后，皆可废除。至于今后该如何行事，当由全派上下共同决定。青青，你秉性善良，人缘也是最好的。日后派中各事，当由你带头主持。我知道了。如今凌霄派大乱的消息，恐怕很快就会传出去，寻仇的恶妖必将会趁虚而入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必须加强人手巡查。道远师兄法术高强，待他平静之后，你们需听他的安排。还是唐师弟想得周全，我一会儿就去和道远师兄说。放心吧，凌霄派定能顺利渡过难关。你为何还不进去啊？师兄，你伤还没好，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已非凌霄派弟子，自然是离开。可苍红已经死了，你是唯一的掌门继承人。方才你交代了那么多，难道不是为了和我们一起共度难关，重振凌霄派吗？是啊，师兄，是啊，师兄。交代这些，是为了尽一个前凌霄派弟子最后的责任。如今，我也不再是什么掌门继承人，我只是我自己。大家保重。唐师弟，唐师弟，你要是走了，凌霄派就完了。师兄，如今能够主持大局、继任掌门的人只有你了。我们如此恳求，你当真不可留下吗？你们回去吧。从前我选择修行，一切为了大义为先。但现在，我只想为了自己而活。凌霄派对于我而言，如昨日幻梦一场，绝无归途。严丹，唐周终究不是应渊，他跟应渊一样，十分看重责任，却不被责任所束。你又怎么看待应渊呢？我突然有点同情他。凡人唐周可以选择随心而活，可身为帝君的他，却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。徒儿愧对师父。多年来，受苍红所蒙蔽，杀师之仇未报，反助纣为虐。往日种种，甚为可笑。您在九泉之下得见，定对我失望之极。幸而天道昭彰，您的仇终还是报了。麻油。多吃一点啊。袁姑娘，你的演技不去当骗子真是可惜了。我今日才发挥了3成，
等日后让你们见识下我真正的实力啊！哎，大家多吃点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再去跟后厨说，多给你们添点菜。谢谢你们的好意啊，可是我们身上的银子已经不多了。不必担心这些，你们只管吃饱喝足。于墨就是仗义，若是唐周知道了你这么照顾他曾经的同门师兄弟，他一定会很感激的。他们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了。多吃点，我再去给你们添一道汤。方才那个猫妖是怎么回事儿？谢老爷膝下有一爱女，没想到竟然被猫妖看上了。猫妖频频登府骚扰作乱，而且竟想强娶谢小姐为妻。谢老爷实属无奈，只好请我们前去捉妖。其实我们本已经布好了捉妖法阵了，若不是有人打草惊蛇，不按计划行事，怎会让猫妖收到风声，提前逃跑？计划？何来的计划？我捉妖喜欢速战速决，不习惯有人在边上指指点点。那猫妖道行不浅，众人齐心，方可成事。你总是这么一意孤行，这下好了，凌霄派的名声怕是更差了。谁一意孤行了？你，唐周，唐师兄，唐师兄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出面帮我们捉妖吧。若再抓不住那猫妖，凌霄派怕是要毁于一旦了。唐师兄，你足智多谋，现如今也只有你能帮到我们了。你把他当师兄，他可曾把你当过师妹？为爱远走，弃师门而不顾。我们凌霄派不需要他的帮忙。大师兄说的对，唐周这般薄情寡义、不仁不义，我凌霄派就是灭门，也不需要你管。捉妖的事，我帮不了你。唐师兄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谁先捉到妖，以后凌霄派谁说了算。有的人啊，嘴上说着不在乎、不在意，可这心里还是十分挂念同门情谊的。我说的对吗？你不必来劝我，我已与凌霄派毫无瓜葛。你这个人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嘴硬。如果你的心里真的放下了，就不会盯着这把剑发愁了。如今凌霄派群龙无首，秦琪与道远两个人各自为营，互相都看不惯对方。如今师门上下生存艰难，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我看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估计就要卖房卖地了。凌霄派是你师父的家，也是你曾经的家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他变成这样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自责。你认为是你的离开才让师门变成这样的，可如今不是自责的时候，越是这样，你越应该去面对，帮助师门去渡过难关啊。反正我已经答应那个老爷了，3日之内必定会抓到猫妖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难道你想看到曾经让你引以为傲的师门变成一滩烂泥，在背后受人嘲讽吗？如今我的修为已经尽散，只怕会给凌霄派丢脸。我明白你的纠结，若是你愿意的话，
我可以教你天界的法诀，让你快快的修炼，助你师门渡过难关。再来一个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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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，谢谢，太过分了啊！你们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这是我的地盘，在我的地盘上，是不是得交点接地费啊？此乃公共地界，尔等这般恶霸行径，恕难从命。哟，这小娘子够辣，我喜欢。哎呦！哎呦！好你个小娘们儿，今日的账改日再给你算。太棒了吧你！我干啥？还敢不敢欺负人？是唐师兄。虽然修为尽失，但这落剑的力道，除他之外绝无二人。待我将你收服，就无人再说我凌霄派无能了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敢伤我？我倒要尝尝这天师的真元内丹是何滋味。若你现在肯跪下与我磕3个响头，我倒是可以给你留一句全诗。凌霄弟子绝不向妖仙屈膝，正道在天，死又何惧？这是我门中之事，你这个外人来做什么？不要命了！快走，别管我。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都不会对恶人置之不理。不为什么，就为除害。身上没有半点修为，你竟不是天师，还真是不怕死。好啊，你们这2颗内丹，我都要了。回去告诉谢老爷，让他家小姐穿戴好凤冠霞帔，在闺房候着。明日午时，我亲自上门迎娶。唐师兄，你们怎么受伤了呀？方才拒住猫妖，又让他给跑了。猫妖妖力不浅，怕是不好对付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们的。大师兄被猫妖所伤，但是他有修为护身，休息几日便能恢复好。唐师兄，你现在没了修为，这样强行捉妖，
怕是会损耗自身的。你先坐，我去给你拿些药。不爱，只是一些皮肉伤。可是，以前是我不对，不该处处针对你。今日你救我一命，你与凌霄派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吧。过去的事我已经忘了。苍红是你的师傅，发生了这件事情，你心中难受，我懂。平日你修为是有些激进，但在捉妖之时，却不如凌霄派的声望。我知道，你心中有正道。即便不想辱没，可眼见着还是要辱没了。谢老爷说的对，以我的功力，根本没有资格做什么捉妖师，帮不上忙，又徒添许多麻烦。或许真的应该转个行当。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抓不住妖，不是你们能力的问题。大家各有所长，缺一不可，但是你们却各自为营，互不相让，怎能成事？明明是大师兄独断专行，把我们都赶出师门。我独断行事。上次捉那虎妖，你们不听我劝阻，非要私下抓捕，施主都因此受伤了。如此捉妖，门派的家底都被你赔得一干二净。若是放任不管，那虎妖一夜之间便能把镇上的人全部吃干抹净。我早在后山布好了法阵，只要有你的法器相助，不伤一草一木，便能将其抓获。那你不早说？你也没问我呀。你现在不都说明白了吗？为什么不把心里话都告诉彼此对方呢？明明你们心里都需要彼此。你道行浅，结阵时需要大师兄助阵。你不善法器，捉妖时难免会有一些疏漏。如此下去，只会葬送凌霄派的名誉和声望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你们还不愿意低头吗？他低我就低，你干嘛抢我话？你们这样，不是挺有默契的吗？算了算了，看在唐师兄的面子上，只要你以后不再独断行事，我愿意跟你一起统管门下弟子，竭力配合。只要你以后不肆意行动，我将便会告知于你。看在唐州的面子上，一日同门，就永远都是家人。你们一起努力，往后一定会重铸凌霄派的辉煌。门派中的弟子最是爱重你，曾经我总是因此而嫉妒。可当你挺身相助之时，我终于知道了，他们为何如此待你。你是最出色的捉妖天师，也是唐江师叔最喜欢的徒弟。这个玉葫芦应该属于你。修为没了可以重修，但人望与人心最是难得。
哎，此乃上古彝族四叶汉诞中留下的唯一血脉，碰不得。仙君，这株普普通通的花，当真能治愈万物？千真万确。不仅如此，只因它们乃同根而生，两朵花之间互通灵气，比普通的四叶汉诞灵力更甚。不然，帝尊怎么会设此瑶池盛宴，相邀着妖魔冥三界之人一同前来观看呢？基督星君，你与应渊帝君关系向来要好，可知此次宴会他是否会来？哦，应渊君向来性格冷僻，定是不愿赶这番热闹。此刻八成躲在宫中饮茶下棋呢。诸位，再过几日，便是我们魔界邪神万寿诞辰。此等宝物，正好作为仙界给我们的好贺礼呀！啊！说话，长老。哎呀，我得元帅。说话，长老。邪神虽然也是上神，只不过才刚10000岁啊！不，要过几天才满岁。我们仙界随便拎出一位上仙，年纪就比他大，一个小娃娃怕是受不了此等好物。别吃了上火，回过头来又来骂我们的不是，是不是啊？啊！哎呀！获得元帅，你身为堂堂仙兵总管，说话竟然如此无礼，竟敢折辱我邪神殿下！这朵花，本座要定了。帝君，变天了。
望断花开时，此茶饮之最佳。尊苛待妖魔冥3界，所奉天条，迂腐之至。6界早就该易主了，妖界、魔界之人早就有怨言，只不过他们胆小怕事，不敢跟我一同殊死一战。你乃魔界长老，却置魔族于不义。魔族若有怨言，邪神定会亲自来与帝尊商讨。还是说今日之举是受邪神所意？哼，此事乃我一人所为，与邪神殿下无关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本君不会杀了你。回去告诉他，创世之战后，6界缔下了和平之约，魔族可以出尔反尔，但仙界言出必践，不使瑶池染血，亦不使6界染血。说得好！参见帝尊。 6界之中怀有2心的，只是沧海一粟。吾相信，有应渊帝君在，定能保我6界太平。我们冥界敬服仙界，绝无2心。利剑断，莲花开，这正应了6界交好、止戈霸武的愿景。 今日莲花一开，此2人化为人形，实乃祥瑞之兆。应渊帝君，此2人乃是你所救，那他2人的名字，就由你来取吧。满庭芳止，万曲一收。岁华如昔。 神话幽童，姐姐叫做芷溪。欢颜如烈，悲苦如泣，浓尽碧枯，淡者履深。妹妹，颜淡。
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睡觉？严丹，严丹，快起来，赶快把我们营的法器藏起来，你姐来抓你了。我姐。直系仙子，严丹呢？他不在啊。唉，不愧是我姐，一眼就揭穿了我的法术。我说芷溪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妙法阁掌事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有何贵干？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？难道你想一直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仙士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明白明白，我是鲛人族，能够飞升成仙，管理这偌大的藏书阁已经是荣幸之至了。你们姐妹俩好好聊。北冥仙君让我去找那个东海水族戏略，我先撤了。姐，虽然你现在已经是妙法阁的副掌事了，可若没有我们这些小仙士进进出出的，你们的工作也不方便嘛。你少贫嘴了，快说，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？我实在是对那些仙法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严淡，你要知道，陆明只能做个小仙士，那是因为他是妖族成仙，但你不一样，你天生仙胎，身负着众仙的厚望，而且你的慧根和灵力都远高于他人，你就不能争点气吗？你知不知道，那些爱嚼舌根的小仙，为了此次考试特意开下赌局，就赌你能不能通过考试。嗨，没关系，我们四爷汉旦一族有你就够了嘛。芷溪你呢，聪慧勤奋，而且出类拔萃，仙途光明，你就好好努力，到时候我就可以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啦。少乱用成语，是真的，芷溪，我已经打算好了，以后我就指着你这个靠山了。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就可以做一个废物的小仙士了。芷溪仙子，妙法阁掌事身边的婢役找你，说是关于贺典的事儿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呀，既然你对仙界不感兴趣，那你平日里就看一些修习仙法的书籍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找你那肯定是大事儿，你快去忙吧。我晚点再来找你。不用担心我了，去吧去吧。吓死我了！你姐要知道开设赌局的是咱俩，会不会扒了我的鲛人皮，砍了你的莲花镜啊？嘘，小声点儿。干嘛？哎呀，分你的法器，拿着。不是，哪有这么分赃的？这也太少了吧？你还嫌少？这些法器多亏了我厚颜无耻才换来的，好吧？行吧。那个，你想不想看接星星大典？接星星大典是什么？就是芷溪他们妙法阁负责那个仙阶晋升贺典。你生得不巧，没有经历过。这个大典啊，每500年一次，凡有仙阶者皆会齐聚天之角，接受4位帝君不失仙力的赐福。传闻此仪式场面那是相当的奇美梦幻，所以低等仙士就称它为接星星大典。哇，这个听上去好像很不错的样子。那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能带我混进去了？混进去啊？不可能，天之角守卫森严，像我们这些低阶仙士根本进不去，必须另辟蹊径。恭喜芷溪姐姐荣升副掌事，如今9重天仙龄最轻的仙官就是姐姐你了。是啊，当今妙法阁的总掌事银灯仙子，据说也是到了800年仙龄才做到副掌事的位子呢。大家莫要这样说，能有此际遇，不过是我运气好罢了。
长氏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你去那儿值守。长氏，那过于偏僻，怕是看不见帝君赐福了。天之角唯有晋升仙阶之人才可入的。要不是妙法阁负责掌灯，你区区一个小仙怎可入得？帝君的风姿，也不是你配瞻仰的。小仙知错了，我这就去。这焦珠镜不是你家的宝贝吗？怎么半天半个影都没有啊？你的修为不会低到这种程度吧？这还是我从父亲那里偷来的，也是第一次用，不要着急。快到亥时了，再过一刻，怕是接仙境大典就结束了。罢了罢了，我跟你一起试试吧。好，来。有了，应元君的背影。哎，怎么又没影了？你家这个宝贝也太坑了吧！什么都没看到，还浪费了我这么多修为。好歹也看到应元君的背影了，不算毫无收获。是啊是啊，应元君连背影都这么潇洒，要是能去他的宫中侍奉就好了。这9重天上有整整36座宫宇，而应元君的延续天宫难进程度，甚至超过了帝尊的玉清宫，排名第1。嚯，那这么看来，分配仙士的长氏不得乐坏了？这得有多少仙娥给他送礼啊？错，延续天宫的一切人员调动，皆要应元君的手感，不是谁想进都可以的。唉，这个小人帝君果然事儿多，仗着自己仙力超群，就如此跋扈。如今世间仅存6位上神，帝尊、4大帝君，外加魔族的邪神，应元君一人可抵100万雄兵。千百年来都是因为他在，魔界才不敢妄动。500年前要不是他，你和芷溪早就命丧魔族之手了。应元君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为何如此没良心，还说他是小人？就是，反正我就是看他不顺眼。应元君深居简出，除了关系与他要好的几位仙君，外人甚少能瞻仰到他的尊荣。哎，眼蛋，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瑶池是我们的家，如今这是要去何处？姐姐，我们换人了，不能再待在池子里。日后要去哪儿，怕是要问他了。四叶菡萏灵力不凡，若出双生，必定一强一弱。你身体弱，所以才会被魔族的剑气所伤。速去天医馆稳固仙灵，不可耽误时间。仙家一直讲究魔力修行，未来如何，全凭个人努力。你不必沮丧。姐姐才不弱呢，为花时都是姐姐为我遮风挡雨，你怎可随意评判他人？快向他道歉！你这小人！我那个时候刚刚化为人形，就见了那么一次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了，哪里还记得？再说了，现在天规明令禁止，神仙们不能动情念。我看你啊，趁早放弃吧，他再好也于事无补的。
妹妹好吃懒做，姐姐假公济私，你们还真是九重天上的一段佳话呀。严旦在北冥仙君的玄心崖当差，一向认真，从未犯错。虽然他仙法低微，但他痴心纯正，率性真实，并非长师口中这般。长师平日里怎样说我都不在意，但你没资格评价我妹妹。不要以为你当了副长师就能如此和我说话。要不是思璇出了事，就凭你自己，再过500年也坐不上这个位子。思璇总长师一向待下宽和，对你也十分照顾，而你竟然告他触犯情戒。如今你坐上了他的位子，午夜梦回可能安心。他德不配位，触犯天条，我取而代之本就理所应当。你再不忿，也得忍着。妙法阁如今我是长师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没有仙阶的副手，而我前身便是帝尊案前的灯芯。升仙阶时，这仙殿更是应渊帝君为我亲手锁点，这就是你和我最大的差别。帝君的仙力，哪怕微小如尘屑，你也不配拿。把里面的东西倒了。帝君，这些仙尘落在地上，着实可惜了。仙子们值守一夜，也甚是辛苦，拾取一些作为纪念，也无伤大雅。帝君，天条有言，在其位谋其职，仙子本该安守本分，恪尽职守。银灯身为长师，只得以律管理，并非是刻意为难。天条并未写明，只是仙子不可拾取仙尘，长师无需太过教条。是，谨遵帝君教诲。为何佳话与佳话的区别如此悬殊？一个是掌管天庭至宝的天之娇女，一个却是给北冥仙君喂鱼的低等丫鬟。芷溪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！大典结束后，我看到空中有些没有被接到的散落星辰，便收集了一瓶，偷偷给你带过来了。芷溪，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。你是我妹妹。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呀？你累了吧？快坐下来歇息歇息。你们今天怎么样？我看见了4位帝君。然后呢？我好想成为和他们一样厉害的神仙，希望我升仙阶时，额间的仙殿能由应渊进来点。芷溪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你可是4叶汉旦，你出生的时候，帝尊就说是祥瑞之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众仙子的榜样。你的出身到现在还被大家津津乐道呢。你呢？你有什么志向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，喜欢看书写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够成为6界第1话本大家。我希望我的戏不光可以在仙界跟凡界顺利演出，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喜欢。一定会的。颜淡。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在升仙阶前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8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9重天，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
们玄溪崖的仙龟每日必会被人偷偷翻过面来，却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始作俑者，莫非是他？你这个小人！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？大胆！你是哪个宫的小仙，竟敢翻我们玄心崖的仙龟？怎么，有胆量翻龟，没有胆量报上你的姓名还有先号吗？想逃是不是？这个人的面容跟背影都好生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仙君，仙君！我抓到那个翻龟的小人了，那他人呢？最后让他给跑了，但是我差点就抓住他的衣袖了。你要是仙法再高深一些，不就能够揭穿他的丑恶嘴脸了吗？我知道您是在讽刺我的灵力低微呗，但您想想啊，如果我灵力高超的话，那我就去妙法阁了，谁还留在这玄心崖给您喂鱼啊？你要是能够抓到他，我便将珍藏的《临江四梦系谱孤本》借给你，如何？仙君，您此话当真？您吃橘子？不要乱动，我在破解棋局呢。您这是什么棋局啊？看您一副好像很难解开的样子。还不是那个应元君，搞了一个6冠局，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仙君，如果我能帮您把这个局给解开，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？你能破解？我可以试试啊。此局虽名为6冠局，实则是一统大3冠中另藏的3节循环，兼充无用，用飞风徐徐制之，便可破解。您可以试一下。飞风徐徐制之。好，妙！哎呀，你这个小丫头，别的事情你是什么都做不来，没想到下棋你倒是蛮有灵性啊！有您这么夸人的吗？那您刚刚答应我的事情，可还算数啊？只要你每天都能来帮我破解应渊的棋局，其他的事情咱们都好说。这当然没问题了。我其实就是想每天能够早点来，然后提早点离开，您看行吗？没问题。其他的仙兽啊，你就不用喂了，你只要把崖里的这些水族喂饱了，你就算交差了，好吧？仙君，您果然是个大好人，我给您捶捶背吧。哎呀，您真是个好人。哎呀呀，好了，好神仙啊！这般无师自通、聪颖非凡的小仙，着实百年一遇。只可惜此人心性太过浮躁，若能加以磨练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上进心了？我自知我没有天之娇女的命，但是有天之娇女做靠山，照样是先生赢家。你要找谁当靠山啊？我姐芷溪啊，她马上进仙考核了，以她的实力，肯定能够顺利通过。不过通过之后，她便要下凡去历难。我听闻瑶池盛宴最佳表演者可以得到帝尊的施恩，
我呢，打算写一出拔得头筹的大戏，到时候我就请求帝尊让我代替芷溪下凡历难。你是不是傻啊？这下凡历难那是十分艰难的修行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神仙那是有去无回？我当然知道，要是那么容易的话，我还费这么大劲干嘛？差不多行了啊，快把这吃了。再过2个时辰，你就要去全西崖干活了。嗯。对了，明日你陪我一起去抓临江思梦。哼，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躲进玄心崖，等那个番龟军一来，只要他敢翻龟，必定会牵动我这条线的。到时候我们2个2对1，我就不信打不过他。你确定这样能行啊？当然了，我们只需要守株待兔就行了。走吧。哼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小心！哎，不是已经查了线吗？他来了，怎么我们毫无察觉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你这个番龟小人，我抓不到你的话，我就不叫严大。走开！世云，啊，严旦，番龟军抓到了吗？我下次一定能抓住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北冥县君什么时候养了一青一白2条小水蛇啊？他们呀，才不是什么水蛇呢，而是龙。银白色那条啊，是东海龙尊家的太子敖轩；青色的是南海青龙族的公主昭兰。龙族啊，觉得我们9重天仙气盛，所以就把他们子女送来养了。哼，你不说还真看不出来是龙。小家伙。哎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！咬我！你怎么把它扔出去了？它不是龙吗？对面是莲池，应该不会死吧？嗯，这条鱼不会被小白龙砸死了吧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敖轩找到了。啊，你真棒，你真棒！哎，世云，你看啊，我怎么觉得这条小黑鱼，它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呀？怎么可能？它不过是一条鱼而已，怎么可能有人的表情？也是啊。刚才是我不对了，还好我的真身是药。如果刚才真的把你砸晕了，我可太对不起你了。你还瞪我是不是？啊，你这条小黑鱼，你真是鱼黑心也黑啊！刚刚明明是我救你的好不好？等你幻化成人以后，我就好好教你怎么做人。你平日里不是不喜欢修习仙法吗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我近期为了抓到那个可恶的番龟君，总得学一些仙法招式喽。那我就拿那本《仙经注集》给你吧，里面都是些入门级别的仙法，非常适合你们修习。不过你要耐住性子，一点点读哦。嗯，谢
谢谢姐姐。